欢迎收听。我们今天想来聊一个蛮有意思的题目哦，就是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看一些科幻作品，特别是里面反映出来的科技焦虑，还有灵魂的困境。我们手边有一篇分析《黑镜7》跟《爱死机4》的文章，还有一些相关的访谈资料。那你可能会觉得，这两部充满未来想象的影集，跟信仰啊、神圣启示啊，这会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可大了。这些资料其实提出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观点。他说这两部作品有点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西结异象。以西结异象，圣经那个。对，就是圣经里先知看到的那些奇异的景象，常常预示着未来嘛。这两部影集呢，它不自觉地揭示了，在科技好像越来越发达的世界里，人可能正在失去那个上帝赋予我们的独特形象，失去神圣形象。甚至可以说，他们就像圣经里那个巴兰的驴一样。巴兰的驴，这比喻蛮特别的。那头会说话的驴子。对，就是那头。在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发出了对神圣的呼唤，有点这个味道。哦，有意思。那我们先来看看《爱死机4》好了。资料里面提到说，他用了不少宗教符号，但好像用的不太对劲，引起了一些讨论，是吗？对，是。问题主要是在于他用了符号，但可能扭曲了那个符号背后的意义。比如说，奇克如何信教那一集。那个士兵他信教是因为害怕那个炽天使的力量，怕被报复。因为恐惧。对，但这跟圣经里面讲的那个信仰核心其实差蛮远的。真正的信仰，你看圣经里保罗的经历，他是遇见基督，认识到爱才悔改，对不对？信仰应该是源自于爱和认识，而不是恐惧。约翰一书也说嘛，爱里没有惧怕。对，爱里没有惧怕。还有那个各个他山那一集，他把外星人的惩罚设定在耶稣受难的那个地方，好像想把生态灾难跟救赎连在一起。这个连接好像有点硬要了。而且他其实误解了各个他山代表的那种爱、牺牲跟宽恕，反而把这个神圣的符号当成一种制造效果的工具。这就有点像旧约时代有些人打仗的时候，把约柜抬出来，以为这样就一定会赢。当真幸运符那样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意思，失去了它真正的神圣的意义。了解。所以是用了符号，但可能反而稀释或扭曲了它原本关于爱跟救赎的核心精神。没错。那黑镜7呢？资料说他在批判科技，特别是科技怎样让人异化。这个异化是指异化就是 alienation， 让人变得不像人，或者说失去了人本来的样子。黑镜7是从好几个方面来呈现这种情况。比方说1500万点那一集那集印象很深，对不对？人的价值完全被那些数字啊、评分啊给取代了。每个人都沉迷在那个虚拟娱乐里面，有人用一个词叫奶头乐了。这个词很直接。对，就是用那种比较肤浅的娱乐来麻痹思考。这就让人不禁想到耶稣曾经问过一个问题：人就算赚到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到底有什么益处呢？是生命的价值。还有就是那个意识上传的技术，把人的灵魂意识变成可以复制、可以删除的数据。这样一来，那种独一无二的生命价值，那个超越性，好像就消失了。把灵魂变数据，这个听起来确实让人蛮不安的。然后还有更深一层，就是我们现在好像越来越依赖演算法，甚至可以说是被它控制。资料把这种现象比作是一种现代的偶像崇拜。偶像崇拜，演算法变成偶像。对，好像我们自愿放弃了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，也忘了他要我们治理这地、管理世界的那个责任，反而去相信、去敬拜那些人造的冰冷的规则或系统，就很像旧约先知耶利米在批判的那些有眼不能看、有耳不能听的木头偶像一样。哇，把对演算法的依赖比作偶像崇拜，这个角度很犀利耶。是啊。那
面对这些科技带来的挑战，甚至是困境，基督教的信仰能够提供什么不一样的看法，或者说出路吗？这些资料里面特别强调，重点不是说要完全否定科技，也不是说要毫无保留地拥抱它，而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。首先是找回那个管家的角色，就是 stewardship。管家职分。对，意思是科技本身是工具，是中性的，人有责任好好的管理它，使用它，用它来修理看守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，而不是滥用它造成伤害。要避免像《爱死机4》里那个蜘蛛玫瑰那样，科技最后变成复仇的工具，那就很悲哀了。所以是强调那个使用的责任感。没错，责任感很重要。其次呢，是在这个，你看现在虚拟关系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在这样的时代，更要去重新找回爱的真实意义。爱。对，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还有爱人如己。这2点在今天这个科技时代，我觉得格外重要。就像黑镜7有一集叫《行前者》。那只猫。对，最后是那只猫咪，它那种很单纯的陪伴，纯粹的连结，反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温暖和某种程度的救赎感。真的，那个对比很强烈。最后一点是抱持一种超越科技的盼望，就是基督教的终末论盼望。我们信仰相信的不是科技打造出来的什么乌托邦、完美世界，而是上帝应许的那个新天新地，在那里不再有痛苦、悲伤和眼泪。真正的力量和盼望是来自于对上帝的信靠，而不是科技本身。就像奇克信教那个士兵，他最终可能领悟到的那样。所以总结来说的话，这些资料的看法是，《黑镜7》和《爱死机4》这2部作品就像是当代的巴兰之旅一样。他们可能不是有意的，但却无意中提醒了我们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，甚至可以说是向上帝发出了一种隐微的呼唤。对，而面对科技带来的种种挑战，信仰的态度既不是盲目排斥，也不是全盘接受，不是二元对立。对，而是要用圣经的真理和智慧，好像一个棱镜一样，去透视、去理解我们这个现代文明深层的问题。正是如此，在这个科技声音非常喧嚣的时代，或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偶尔真的静下心来，听一听那些超越时空的神圣的启示，让信仰成为一盏灯，帮助我们看清楚科技发展中的迷雾，然后引导我们走向真正的自由和生命的意义与救赎。今天的讨论确实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视角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反思一下科技跟我们人性的关系。最后呢，也留给您一个问题，可以想一想，在您的日常生活中，科技在哪些地方是真的帮助您更贴近生命的真实意义？又在哪些地方可能不知不觉的反而造成了阻碍，或者让你分心了呢？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